皇上，烧好香吗？朕赏你的药，可涂了？多谢皇上，奴婢都涂了。难怪古人都说，要让闺中少女来磨墨，红袖添香，自然是一种乐趣。但也唯有你们，才能够用力适度，磨出不涩不枯、带光泽的墨汁来。皇上夸奖了，奴婢不过是为贤妃娘娘。哦，不是为贤贵人磨墨久了，熟能生巧而已。奴婢失言了。是吗？朕喜欢听你说话，更喜欢你的熟能生巧。奴婢笨笨的，还说错了话，惹皇上不高兴。怎么会？你说的话，朕都喜欢听。皇上不觉得奴婢是被主弃信之人吗？只要你不忘本心，没有人会觉得你被主弃信。皇上，何事啊？皇上，景阳宫来报，宜贵人产后失调，已经薨了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去通知皇后，追封宜贵人为一品，一切的丧仪按品位来。这宜嫔娘娘真是可怜，孩子没了，自己也红颜早逝。幸好嘉贵人有了身孕，在珍祥馆养得好好的，皇上后嗣有望。你总是惦记着别人，那你自己呢？皇上打趣奴婢呢，奴婢有什么好惦记的？还说你们惦记着，连朕喜欢吃什么，你都记在了心上啊！皇上，朕打算封你为常在，封号为慎。嘉贵人即为嘉嫔，从今往后，你就住在嘉嫔的启祥宫里。有皇上的眷顾，臣妾也不算是白活了一场。皇上，这宜嫔就这么轰了，她家里的事情可安排好了。回娘娘的话，东西和银子都已经送过去了，娘娘安心便是。好歹也是主仆一场，她伺候过皇上，也怀过皇嗣，本宫在她身后多照顾一些，也是应当的。臣妾想着有皇后娘娘顾念，宜嫔若泉下有知，必定心怀感恩。皇后娘娘，嘉贵人玉玺进封嫔也就罢了，可阿若算什么东西啊？也能封她为圣常在。
还不是托他阿玛的福。这贵夺在你阿玛手下做事，阿若在宫中又格外机灵，正扑棱着翅膀在皇上面前飞呢。再怎么会扑棱，也只不过是个常在。臣妾便不信了，他还能飞上天去？翅膀怎么插进去的，臣妾就怎么给他卸下来。妹妹不必做这种无谓的担心，只要贵夺在你阿玛手下做事，你还害怕挟持不了阿若吗？还有，他身边伺候的人，尽可以是你安排的人。娘娘好心思。珠儿，嫔妾常在所出轮氏，给主位嘉嫔娘娘请安。不容易，转眼间就这般金尊玉贵了。嫔妾还不是沾了您的福气，若非当日嫔妾被罚得您相救，哪有今日？日后与娘娘同住启祥宫中，还请娘娘多多照拂。坐吧。你替皇后和贵妃除了贤贵人这个眼中钉，那是你自己的本事。以我缘分深厚，虽说本宫是这启祥宫的主位，但毕竟都是伺候皇上，以后大家都是姐妹，本宫自然会照顾你的。哪里是嫔妾的本事？谁让那乌拉那拉氏做了恶事，嫔妾才能帮着皇后娘娘正本清源，整肃宫纪。不过慎常在，你也要多为自己留心些。毕竟贤贵人是你的救主，若是哪日又复宠，让你回到他身边，皇上也未必会不答应。谋害皇嗣，乌拉那拉氏翻不了身。是吗？人在闭眼之前，谁知道谁爬不起来的？皇上可是还念着旧情呢。你有出息了，好容易得来的荣华富贵，可别轻易把它丢了。那是。主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嘉嫔娘娘说了什么话，惹您不高兴了？她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你去找个脸生的小太监，以御膳房的名义送一盘糕点给贤贵人。是的。宫中有人得宠高兴，便有人失宠伤心。看这一回，玫瑰人痛失龙胎，宜嫔母子俱亡，贤贵人也被降位幽禁，而这边慎常在一朝得宠，启祥宫那儿嘉嫔又得龙胎，个中的平衡之道，皇后，你好好掂量。儿臣会向皇上提议，晋玫瑰人为梅嫔，以作安慰。好。可贤贵人那儿，皇上还一直未曾发落。他嘛，只配褫夺封号，废为庶人，去冷宫待着，给后宫做一个活生生的警示。皇额娘圣明，只是儿臣担心皇上一时心软，会顾念旧情。皇帝固然是会顾念旧情，可是皇嗣不能白白枉死，这些道理哀家会去跟皇帝说，你只需好好的安抚好六宫嫔妃便可。儿臣听从皇额娘的教诲，儿臣告退了。夫家，昨夜里的那碟子糕点是你亲手结下的？是。蠢货，明目张胆的动起手来了。皇帝，你一直拖着乌拉那拉氏的事不处置，打算拖到什么时候？皇娘，总得再查查。证据不足，人证物证，害人的缘由，哀家瞧着是太足了。乌拉那拉氏谋害皇嗣，罪不可恕，理应即刻褫夺封号，废为庶人，终身幽居冷宫。皇娘，这样的处置会不会太过于仓促了？那还要继续查吗？
查就只有2个结果。第一个，所有的事都是乌拉那拉氏所做，他就是罪魁祸首，活该赐死，株连9族也不为过。那第2个结果呢？有人谋害2位皇嗣，更有人栽赃，有人嫁祸，有人费心安排，有人顺水推舟，齐了心要让乌拉那拉氏背着这个黑锅去死。皇娘的意思是，儿子身边的人个个都有嫌疑？不可能，儿子不信。是不可能，还是皇帝你根本不能接受？别说这件事证据确凿，不算冤了乌拉那拉氏，便是真有冤屈，你也只能这么做。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是不服？那好，哀家再给你开2东西。福家，把东西拿上来。在。皇上，奴婢拦下了一盘有毒的糕点，经查问是盛常在叫人送去延禧宫给贤贵人的。他这是要赶尽杀绝。也难说。为了怕乌拉那拉氏反扑，自保也是一种说法。无论如何，这糕点都已经送到延禧宫了，就说明有多少人盼着他死。就算你把他留在后宫，又能保全他的性命多久？这么多铁证，如意翻不了身的。让他去冷宫吧，你越查得紧，越逼着人对如意下手。有时候啊，就是需要权宜之计，才能够以待来日。奴婢自知不符，今日便和小陆子一样一同撞死在这里。皇帝，有人拿1条命来告发贤妃谋害皇嗣，而且事是离子，你就真的全然不在意了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贤妃她也无从抵赖，臣妾百口不辩。只要请皇上明察，这一切姐姐都能成。这绝对不可能是姐姐所为，姐姐不是这样的人，她没有这样的心思。想开些吧，如意能不用被赐死，能不用被抄家灭族，能留着姓，就是万幸了。与你合适，未必是你所愿；你必须做的事，未必是你愿做的事情。每一个决定，有它的所得，也总有它的代价。玉壶，奴婢在。真让你查的事情，别再查下去了。皇上有难处。是，皇娘也不赞成再查。后宫的水太深，一搅就混了，还脏着了您。朕有2件事情要你去办。佳嫔住在真香馆，朕要你亲自照料佳嫔，直到生产，母子平安。奴婢会的。第2，在冷宫里，都是历代被遗弃的嫔妃，好歹都是宫里人，朕不希望有人死在里面。奴婢知道怎么做了。先下去吧。是。臣妾照皇上的旨意，将永璜挪去烽翠宫，再将乌拉那拉氏移去冷宫。这样也好，眼不见为净，省得皇上想起了乌拉那拉氏便要生气。陆走荒郊壮士追，花深紫色总男儿。拔山扛鼎新可报，始见此追志不移。天下不闻阿楚歇，正中为鉴探于是永璜吧？萧三福中何在？
千载无疆不喜悲。锦州，叫他进来。佑大阿哥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您快起来，皇上传您了。儿子请皇阿玛、皇额娘安，请圣常在安。越发的没规矩了。永皇，皇子与公主在庶母皆以娘娘相称，你对圣常在也不唤句圣娘娘，实在是疏忽了礼数。臣妾原是伺候大阿哥养母的宫女，大阿哥不肯按规矩称呼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儿子是母亲悉心抚养，从未教坏过儿子，更未怂恿过儿子。今日儿子被尊为御史，乃是母亲亲口教导，母亲时时刻刻把皇阿玛放在心上，怎么会残害皇阿玛子嗣，还请皇阿玛明察。乌拉那拉氏便是抚养了你才生出了坏心，你实在不必为他求情。大阿哥，乌拉那拉氏疼您，只是想借您邀宠夺嫡，您被利用了，还蒙在鼓里呢。你胡说，就是你背主求荣，诬陷母亲，你会得报应的。不得无礼！朕告诉你，也告诉所有人，以后你就由纯嫔来抚养，朕也不许任何人再为乌拉那拉氏求情。李煜，带他出去。大阿哥，请吧。